嗨，我是 Nancy， 欢迎你们到我家来。Nancy， 一位有特殊儿的母亲，却用最正面的方式来面对、来教养她的孩子。她认为父母的心态很重要，只有父母先走出来，孩子才有希望。让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。我的前半生都是属于人生的这个胜利组，高中呢就是考上了北一女，后来大学就考上了这个师大物理系，因为我是甲组的学生。在学校的时候，不管是哪一级的学校，我几乎都是师长们的宠爱的学生之一啊。那到了师范大学以后也是这样，非常的丰富多彩多姿。那么大学毕业以后，随着潮流一样的跟着大家一起申请研究院到美国来念书，所以我申请到的奖学金是给我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这家，所以我就到了非常寒冷的这个 Wisconsin。那在这里呢，也认得了好几个美国干妈，一切都是顺风顺水，多彩多姿。那上帝真是给了我很多的机会。自从怀孕有了老二，还没有生下来之前呢，人算不如天算。那么我一切都这么小心，可是到了孩子出生的那一刹那，医院也不小心，那么接生的医生也不小心，就变成了这个缺氧的现象。所以那医生临时把他是剖腹开刀把它取出来，这个脐带是绕着颈子一圈以后，又绕着这个头部额头这边一圈，所以这个孩子等于是紧紧的被那个脐带环绕了。所以医生很粗心的随便给我催生的后果，就是使得孩子在腹腔内的时候，在阵痛的时候就已经停止过呼吸，造成缺氧的现象。但是呢，所幸运的部分就是呼吸也很均匀，那拍打也会哭泣，那么什么染色体的这些指数也还很正常，就还以为他给的我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男婴。其实后来的岁月慢慢发展的结果证明，这个医生还是错了，这个孩子是有问题的。因为这个孩子他出生的时候有很多的 complication， 就是由于生产的时候的这个错误，那慢慢的在他从这个1岁2岁慢慢的长大的过程中，就渐渐的显露出各式各样的这个问题，以至于遭受到各式各样的这个手术。作为父母，我们是怎么样看待 Michael 这个特殊的孩子？我们是不是怕别人知道他这么特别，给我们丢脸我们就不带他出去了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我们觉得这个孩子是非常的单纯，而且有爱心，而且没有暴力的孩子。在我们跟 Michael 相处几乎40年的这个岁月当中，想起来最艰难的还是他小的时候这些屡次的这个生病手术。后来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释然，虽然是不幸丧失了人生正常的这个求学就业发展的这个渠道，可是呢还好，就是他能跑能跳能吃能喝能够交流，他能够享受这个家庭的温暖，也能够享受朋友之间的这个友谊，所以我们对他有把握，
就要让他享受到一般人能够经历的社会的层面的经历。所以平常在日常生活买菜，就带他一起去菜场，我们如果说看电影，尤其是他妹妹特别爱带他看电影，那这个也是他有兴趣的事情啊。有的时候呢，是想象不到的这种意外场面啊，使得他学了功课，我们也学到了教训。比方说，我的妹妹，都很爱护她的。那其中有一个妹妹在医院当这个财务主管，她说跟她去上班，因为她的那个等于是老人疗养院所以 Michael 可以陪病人玩 bingo 还可以跟病人下棋，还可以陪病人说话，一切都进展得很好，也有数年之久就是有一次是意外情况了，就是Michael 是在洗衣房的部门服务，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圣诞节的 party， 那我的妹妹是有她财务部的 party， 是不同的 party。这个 Michael 的这个 party 已经完了，他一个人就跑到这个姨妈的这个办公室来这姨妈的 party 没有完，一直不回来，那这个孩子就主动找事做了。那他就记得姨妈教他不要的废纸是要 shred 掉的所以他在那里觉得他应该做一点服务。他看一看地上有3个盒子，他把那3个盒子通通 shred 了。所以呢，到了这个星期一去上班的时候，就出现了状况了。这医院发现这3盒病人的资历通通不见了，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，使得我们很不好意思，非常的内疚。我们也等于是妨害到我的妹妹的这个工作。还好呢，那个医院很大方，医院另外拨出3000块来去跟 Medicaid 要病人的资料，重新印 copy 那么，但是这个事情给了这个孩子一个很大的打击，他觉得他好心做了坏事，所以他不敢去办公室上班。那我们经过了这个事，我们自己有了这个考虑，我们就说，要工作可以，做义工也可以，看是哪一类的工作，而且绝对不拿薪水，并不是心酸，但是呢，是一次痛苦的这个经历大家都学了功课，这样子。以家人这个在一块儿的这个感情来说Michael 他自己从来不觉得他有任何的毛病，他认为他跟我们是一样的。比方说这个打扫，那我先生他负责吸尘Michael 他就会拿着小吸尘器，他爸爸有的时候告诉他说 Michael 你去吸一下哪几个地方，他就会拿着小吸尘器去吸一下哪几个地方，就专属 Michael 的，这个是他的特定的工作。还有呢，拿信，这个工作是专属的，他自己到外面的信箱他会开。那有的时候他万一发现里面有一个 key 要拿包裹，他不能 handle， 他都回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跟他一起去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洗衣服他爸爸就带着他一起衣服怎么放进去，然后呢烘干的时候完全叫 Michael 来执行Michael 要把那个衣服拿出来，他是非常乐于去参与，而且他是非常的尽责。比方说拿信，他一放学回来马上就是拿着钥匙去拿信，不会耽误1秒钟，他是非常认真负责的。所以我们家里有很多的这个小 chore， 他有时候还主动争取，他自己有所服务，他也觉得很高兴。我们都是会给他奖品。我们家有一个这个家庭游戏的时间
我的先生带着这一儿一女，每天晚上他们有一些 game 一起玩啊，每个人都想赢。那这个其中最灵光的当然是我的小女儿了，她是赢的最多次的。但是你们也想不到，有的时候居然 Michael 也会赢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有这种这个家庭游戏的时间啊，我觉得我每次从这边看着他们，我都说应该给你们拍一个 video 啊，让人家看一看这个是家庭的一个幸福的景象啊，这个几个人在一起这么投入的。这样子玩 game， 每个人都非常投入，而且谁赢的时候都很兴奋啊，在那里大叫。所以我认为我们家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游戏啊，值得大家借鉴哈。所有这些社会有关的参与的层面，要不要让这样子的孩子去参与？我是个人鼓励，有些家长。他会在乎别人看待他身边这个孩子的这种眼神，我就是想鼓励这个家长要坚强起来，因为你这个家长要先比孩子要先走出你的悲情，要坚强，然后你的孩子才有一个光明的生活，才有这种机会。所以我们家长完全是要有一个 open 的这样子的心态啊。我觉得如果你把他关在家里，他就丧失了这种学习的机会。你带他出去，那一次不行，2次、3次，他以后渐渐的也就会服从这种社会的这种social 的这种礼仪规范啊。我们家的 Michael 基本上是非常乖巧啊。他也怕事，他不会去惹事。一般的这个日常活动是带着他一起去，甚至于我们走到天涯海角去旅行的时候，只要有可能，我都带着这个孩子，因为万一我100年以后他有没有这种机会，那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让他有这个 exposure， 有这个机会。能够看到这个社会的百态。那么另外一点，上帝就是让我看见教会里的朋友有多么的重要。从小跟着我去教会，这对 Michael 来说呢，那也是他的一个快乐时间，因为那个教会这个范围之内，他乱跑乱跳，他觉得这个天地很大。因为我就想到每一个礼拜天来，这个萧牧师对我的这个儿子，哎呀，那种嘘寒问暖，给他那种关注啊，让这个孩子觉得这么样子的有感情，有温度。特别的有一个胡永宁弟兄，他就是对 Michael 特别的关怀啊。每次他来问我，可不可以带 Michael 跟他家的孩子一起在他们那一桌吃午饭。一起坐席，不管是打球啊，还是收拾房子啊，可不可以一起？我说可以。可能有10几年 ，Michael 都有受到这个，不但是这个弟兄，还有他的姐妹，还有他的孩子们，把 Michael 当做这个他们自家的一份子，一起去吃什么，一起做一些什么事情啊，这样子。所以这40年中，上帝就让我看见说，在这个教会的大家庭里面，哎呀，真是有这么多天使，有这么多天使围绕着我们啊！不但说不嫌弃 Michael， 真是给的 Michael 特别好的这个特别的待遇啊！所以我这心中是充满了这个感激之情。我想我这一生，上帝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恩典，我同时也有一些人生的感悟，就说上帝虽然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一面啊，就像上帝给了牡丹花，比方说一朵牡丹花，
上帝给这个花是花中之王，有这样子漂亮的。可是如果你细心去看，这牡丹花每一片花瓣，它的边缘都是受伤的痕迹，有凹有凸，是个锯齿状的。所以这就给我一个启示，就是上帝造的东西整体上看起来都是很美好的，但是你细细去看每一页，说不定是有一些东西是你觉得啊，原来也有这样子的遗憾啊，原来也有这样子的一些缺陷。那我们的人生也是，那我们的生活上，比方说有了 Michael， 有很多的不是那么方便的地方，就是人生一页一页的，你都发现就像牡丹花那一片一片的花瓣啊，虽然这一页是这样呈现出来，它这里有缺点，那里有缺点，可是整个一个人生整个兜起来以后，又是一个这么圆满的一生，是非常丰富的一生。有 Michael 这样子一个孩子，虽然他有缺陷，可是我们这一生还是这么样子的丰富。上帝给我的东西啊，我不但是要珍惜啊，有不足的地方，我们也要抱着这个欣赏的心态啊，有包容，有理解。那我们自己呢，就尽量的要做到容神益人，而且要能够助人，自己有力量的时候，还要能够伸展出去，帮助别的人。就是容神益人的那个后面2个字益人，我就是把这4个字当作我目前人生的一个座右铭。谢谢各位。